你是否曾经感到被一条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，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挣脱贫穷和平庸的命运？你是否曾经疑惑，为什么那些富人似乎总能轻松赚钱，而你却永远在为账单发愁？今天我将为你揭开一个惊人的真相，一个你可能从未意识到的关于财富和成功的惊天秘密。我即将分享的信息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。这不是你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无聊理论，而是真正能改变你命运的实战智慧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很了解成功之道，那么请警惕，因为正是这种我已经知道了的心态，可能正阻碍着你获得真正的财富自由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这场颠覆性的思维革命吧。第一步，认清残酷现实，打破认知枷锁。首先，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，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你设计的。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被分配到了一个属于普通人的阶层，注定要在这个阶层中苦苦挣扎。你被教导要听话、守规矩、按部就班的工作，仿佛这样就能获得成功。然而，这不过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。那些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根本不希望你成功，因为你的成功意味着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。你可能会说，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工作，遵循社会的规则，难道这不是正确的吗？让我告诉你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努力工作和遵守规则并不能保证你的成功。这些所谓的成功法则，不过是让你更加依赖现有的社会体系，让你无法真正独立思考，无法质疑这个系统的公平性。那些真正的成功者从来不按常理出牌，他们在你还在背诵课本知识的时候，已经掌握了规则之外的生存法则。他们明白，真正的财富不是通过努力工作换来的，而是通过掌握资源和规则，让钱为自己工作。现在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否曾经怀疑过，为什么你付出了那么多努力，却始终无法改变自己的财务状况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迈出了打破认知枷锁的第一步。第二步，揭穿教育谎言，重塑学习方式。你以为教育能改变命运？你错了。现有的教育系统是为那些注定要统治他人的人设计的，而不是为了让你打破阶层锁链。从小学到大学，我们被教导的几乎都是如何成为一个好员工。我们学习知识，掌握技能，努力考取好成绩，进入名校，最终获得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。然而，这一切真的能够保证你成功吗？教育的本质就是让你适应这个社会，而不是教你如何改变命运。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，为什么那么多名校毕业生最终沦为了高薪打工仔？为什么在职场上那些真正爬到顶端的人，往往并不是最聪明的，也不是最努力的？事实是，教育系统并不是为了培养独立思考的人，而是为了生产出一批批适应现有社会体系的齿轮。这些齿轮要么成为公司里的员工，为资本家创造价值，要么成为公务员，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。更糟糕的是，教育系统让我们过度依赖外部的评价体系。分数、学历、工作绩效，这些外部的评价标准早已成为我们衡量自我价值的主要依据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，逐渐变得机械化，只懂得按部就班地完成别人给我们设定的目标，而不是去追寻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。那么，真正有价值的学习是什么样的？它应该是培养你的独立思考能力，教会你如何学习，而不仅仅是填鸭式的灌输知识。它应该激发你的创造力，鼓励你质疑现有的规则，而不是盲目遵从。现在，我要你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：你最近一次真正学到新东西是什么时候？不是为了考试，不是为了工作，而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和求知欲。如果你需要思考很久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
那么也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你的学习方式了。第3步，识破财富游戏，掌握隐形规则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社会的隐形规则是令人窒息的。你或许认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获得成功，然而真正掌控局势的人早已设定好了规则，他们通过信息差、资本运作和关系网络，牢牢把控着资源和机会。在这个财富游戏中，你不是玩家，而是棋子。除非你学会了游戏规则，否则你永远只能被人摆布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惊人的事实，那些真正富有的人往往能在信息还未广泛传播时迅速抓住机会，而普通人却只能等到信息流传开来后才被动跟随。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差，它是富人与普通人之间最大的鸿沟。资本是另一把打开财富大门的钥匙。普通人习惯于依赖工资收入，认为工资是生活的保障。然而，工资的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资本增值的速度。那些掌握资本的人，通过投资、借贷、杠杆等手段将资本放大，实现财富的迅速积累。而普通人则被困在时间换金钱的陷阱中，永远无法突破。你可能会说，但是我没有资本啊，这正是大多数人的思维误区。事实上，你的时间、你的技能，甚至你的人际关系，都是可以转化为资本的资源。关键是你要学会如何利用这些资源，将它们转化为真正的财富。现在，我要你仔细思考，你是否真的了解这个财富游戏的规则？你是否知道如何利用信息差和资本优势来为自己创造机会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你可能正在错过无数的致富良机。第4步，突破消费陷阱，重塑价值观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每天都被无数的信息包围着，广告、新闻、娱乐节目，这些信息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。你是否曾经想过，这些信息背后隐藏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消费主义就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，让你在追求物质满足的过程中，逐渐丧失了对真正幸福的理解。首先，你需要明白，媒体和广告产业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教育你、启发你，而是为了让你消费。他们通过制造焦虑和不满，让你不断追求那些看似能让你更幸福的商品和服务。无论是最新的电子产品、时尚潮流，还是各种自我提升的课程，这些都不过是消费主义的陷阱。更重要的是，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和信息过滤，控制了你对世界的认知。你看到的新闻、读到的文章、听到的故事，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，目的是塑造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。你被灌输了努力工作、遵循规则、保持消费的理念，却很少有人告诉你，这些理念背后的真实动机是什么。那么，如何才能突破这个消费陷阱呢？关键在于重塑你的价值观。你需要学会区分真正的需求和虚假的欲望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。不要盲目追随潮流，而是要思考每一次消费背后的真正动机。问问自己，这次消费真的能给我带来长久的满足吗？我是否在用物质来填补内心的空虚？如果你能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，你就已经迈出了摆脱消费主义陷阱的第一步。第5步，打破自我设限，重新定义成功。家庭和社会对个人的期望，往往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。这种压力让你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，逐渐接受社会为你设定的角色。你被教导要孝顺父母、尊重师长、遵循社会规范，然而这些看似合理的要求，
实际上是在巩固你在社会中的既定位置，让你难以突破阶层的限制。真正的成功不是满足他人的期望，而是实现自我的价值。家庭对成功的定义通常是稳定的工作、体面的生活、和谐的家庭关系。然而，这种成功的标准往往忽视了个人的内在需求和发展潜力。你为了满足家庭的期望，可能会选择一份并不适合自己的工作，或是压抑自己的梦想，过一种看似成功却毫无激情的生活。社会预期也是如此。社会对你所设定的角色，往往是基于你的出生背景、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。这些预期成为了你行为的框架，让你难以跳出既有的思维模式，去探索新的可能性。你可能因为害怕失败、害怕社会的评价，而不敢冒险尝试，从而错失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那么，如何打破这些自我设限呢？首先，你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对你而言的成功。成功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标准，而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。它应该包括你的个人成长、你的贡献价值以及你内心的满足感。其次，你需要学会对社会的期望说不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完全无视他人的看法，而是要学会分辨哪些期望是真正对你有益的，哪些只是在限制你的发展。最后，你需要勇于尝试。记住，失败不是终点，而是成长的机会。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往往都经历过无数次失败。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从未失败，而是因为他们从每次失败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。现在，我要你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没有任何限制，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不要考虑他人的期望，不要考虑现实的限制，就让自己的想象力自由翱翔。这个答案可能就是你突破自我设限的起点。第6步，掌控财富密码，实现财务自由。要想真正打破阶层锁链，实现财富自由，你必须掌握财富的密码。这个密码不是简单的努力工作或省吃俭用，而是一套完整的财富管理和增值系统。真正的财富自由，不是拥有很多钱，而是拥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流，让你不再为钱而工作。首先，你需要改变对金钱的认知。金钱不是目的，而是工具。富人之所以能够持续积累财富，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让钱为自己工作，而不是为钱工作。其次，你需要学会正确的理财方式。这包括：一、建立应急基金，保证你有3至6个月的生活开支储备，以应对突发情况。2、消除高利息债务，优先偿还信用卡等高利息债务，避免利息侵蚀你的财富。3、开始投资，学习基本的投资知识，从低风险的投资开始，逐步扩大你的投资组合。4、创造被动收入，寻找能够产生持续现金流的投资机会，如房地产、版权收入等。5、持续学习，金融市场在不断变化，你需要不断更新你的知识，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。但是，仅仅知道这些还不够，你还需要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财务系统。这个系统应该能够自动化你的收入分配、支出管理和投资策略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钱能够自动流向正确的地方，你就能专注于创造更多的价值，而不是整天为钱发愁。财务自由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它给了你选择的自由，让你可以追求真正有意义的事业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秘密：真正的财富增长往往发生在你睡觉的时候。是的，你没听错。当你建立了正确的财务系统后，你的钱会24小时不间断地为你工作。这就是复利的魔力，也是富人越来越富的秘密。但是要小心，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快速致富的骗局。记住，如果一个投资机会听起来好的不真实，那它很可能就是假的。
真正的财富积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需要时间和耐心。现在，我要你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：你是否真的了解你的财务状况？你知道你每月的净收入和支出吗？你有明确的财务目标吗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模糊的，那么你需要立即开始建立你的财务系统，因为每一天的拖延都是在浪费你积累财富的宝贵时间。第7步，重塑个人品牌，打造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个人品牌已经成为你最重要的资产之一。它不仅能帮助你在职场中脱颖而出，还能为你带来源源不断的机会。但是，大多数人对个人品牌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层次，以为只是美化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或者写一份漂亮的简历。你的个人品牌不是你说自己是谁，而是别人眼中的你。它是你的价值、你的专业能力、你的独特视角的综合体现。首先，你需要明确你的核心价值。你擅长什么？你能为他人或市场带来什么独特的价值？这不仅仅是你的技能，更是你的思维方式、你的处事态度、你的人生经历的总和。其次，你需要找到你的目标受众。你想影响谁？你的价值对谁最有吸引力？记住，你不需要取悦所有人，你只需要在你的领域内成为最好的。接下来，你需要持续输出有价值的内容。这可以是专业文章、视频教程、播客节目，或者任何能展示你专业能力的形式。关键是保持一致性和高质量。但是，仅仅有内容还不够，你还需要建立强大的人际网络。记住，你的人脉就是你的净值。积极参与行业活动，主动与你领域内的专家建立联系。不要害怕向他们学习，也不要吝啬分享你的知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你认识谁很重要，而是谁认识你更重要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真实性。在这个充满虚假信息的时代，真实反而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。不要试图伪装成别人，展示真实的自己，反而会让你更有吸引力。你的缺点和失败经历，如果处理得当，反而会成为你个人品牌的亮点。现在，我要你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人在网上搜索你的名字，他们会看到什么？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社交账号，还是一个充满专业洞见的个人网站？你的在线形象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你的价值和能力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是时候开始重塑你的个人品牌了。现在你已经了解了打破阶层锁链的7个关键步骤，但是知识如果不付诸行动，就只是空谈。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。知识就像一把钥匙，但行动才是真正打开财富之门的力量。首先，我要你立即做一件事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，写下你5年后想要达到的财务目标。要具体，要大胆，不要被现实所限制，让你的想象力自由翱翔。这个目标将成为你前进的方向。其次，制定一个30天的行动计划。在这30天里，你要每天做一件事来推进你的财务自由计划。可以是学习一个新的投资概念，可以是整理你的财务状况，可以是开始一个副业。重点是保持行动的连续性。记住，改变不会一夜之间发生，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你可能会遇到挫折和怀疑，但请不要放弃。每一个成功人士都经历过无数次失败，区别在于他们选择从失败中学习，而不是被失败击倒。成功不是没有失败，而是从失败中站起来的次数比倒下的次数多一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，可能是一些不再适合你的人际关系，可能是一些阻碍你进步的旧习惯，但请记住，这些损失是必要的。你必须为新的成功腾出空间。最后，我要提醒你，财务自由不是终点，
而是新的起点。当你不再为钱发愁时，你就有了追求更高层次目标的自由。也许是实现你一直梦想的事业，也许是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无论是什么，重要的是你有了选择的自由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你是否感到被一条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，无法挣脱贫穷和平庸的命运？如果是，那么现在你已经拥有了打破这条锁链的钥匙。问题是，你是否有勇气使用它？亲爱的观众们，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。而现在，你已经比99%的人都更接近成功。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，因为它永远不会来。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。行动起来，创造你梦想中的生活吧。记住，这个世界属于那些有勇气打破规则的人。你已经看清了真相，现在是时候行动了。去打破那道阶层的锁链，让自己站在财富的顶端。你不再是被控制的棋子，而是掌控局面的棋手。去改变你的命运，去赢得属于你的自由。这个世界不再是那些富人专享的游戏场，现在轮到你来掌控了。你有能力创造奇迹，你有潜力成为非凡之人。去证明给这个世界看，你不是命运的囚徒，而是自己人生的主宰。最后，让我送给你一句话：当你决定改变命运的那一刻，整个宇宙都会为你让路。现在，去创造你的传奇吧。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。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听到你成功的消息。加油！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